瞧着所有客人都走了，娄一兰再也控制不住了。都是你这个贱婢，胡死了你！娄一兰气呼呼地冲了过去，正想把阿奴的脸抓花，结果手腕被娄玄义给握住了。大哥，你也听到这个贱婢是怎么说我的？我问你，他说的那些话可是真的？若是委屈了你，我定会为你做主。娄玄义也是隐忍着情绪，真没想到他对阿奴还做过这些。娄一兰一噎，被堵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毕竟这些话他确实是说过。既然没有冤枉你，那你又何必委屈？又转头看向了二夫人。二婶，你应该好好教教三妹了，免得再给王府丢脸。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，阿奴也赶忙跟在了后头。母亲，就是那贱婢，你娄一兰的话还未说完，二夫人就一巴掌扇了过去。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还有脸说？母亲，你还打我？娄一兰不可置信地望着二夫人。阿奴小心翼翼地跟在娄玄义身后，不敢吱声，又捅娄子了。心里正想着事儿呢，也没注意到前面的娄玄义停了下来，实实在在的就撞了上去。哎呦！阿奴摸了摸脑门子，世子的身子咋这么硬呢？磕的脑瓜子忽忽悠悠的。瞧着他龇牙咧嘴，娄玄义心里那点不满消去了大半。今日表现不错，但日后不许随便把衣服掀起来。啊！阿奴一愣，咋有点没听明白这是啥意思呢？什么？连话都听不明白？有点儿。阿奴还是一脸的懵。我很满意你今日没有忍气吞声，但方法还是有些欠妥。你是女孩子，日后不要随便在别人面前掀衣服。尽管这丫头学会了反击，但这方法还是有点不赞同。在那么多男人面前就把裤子卷起来，还是觉得有些不妥。哦，是。阿奴这回听明白了，世子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怪他，生那么大气也不是跟他生的。世子，既然阿奴表现得好，那是不是应该给点赏赐啊？长平咧嘴一笑，你倒是挺会做人呢。当初烦人家烦得要命，这会儿又处处护着，没想到他变化这么大。但不得不承认，这丫头今儿个做的还算是挺让他满意的，也确实应该奖励一下。冲着长平伸了伸手，长平立马就明白了，忙从怀里掏出一把5两的小银锭子。娄玄义看了他一眼，一块碎银子和一个铜板都没有，这货一定是故意的。随手捡了一块5两的小银锭子，轻轻一捏就断成了2半。嚯，还得这么玩的！为了避免世子抠走，长平特意把兜里的零钱都换成了5两的小银锭子。谁能想到世子还能这么玩的？这次表现还不错，这块银子赏你的。谢谢世子。阿奴开心地接在了手里。世子也太大方了，这至少得有2两多呢。练功去吧。又特意看了一眼长平，心情愉悦地回了屋子。我都说了你少耍小聪明，你就是不听。莫隐嘲讽地看了一眼长平，也转身进了屋子。早就跟他说过这招不行，他不信，还想跟世子玩心眼子。在战场上，敌军10几万人都被世子耍得团团转，还能被他给糊弄住了？长平看着阿奴的屋子叹了口气，他真的尽力了，也很想帮帮这丫头，可惜脑瓜子转不过世子。突然间想起件事情，又赶忙走了过去。阿奴，哎，来了！阿奴赶忙锁好了抽屉。长平大哥，有啥事儿啊？跟我出去一趟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哦，好。阿奴点头，忙跟在了长平身后，来到了后院的仓库。就看到前面的架子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布匹，再一次把阿奴给震惊住了。
好多布啊！仰着脖子往上面看了一眼，这么老多，感觉比成衣铺子里卖的布料都多。伸手摸了摸，滑溜溜的料子，一看就老贵了。别瞅着了，拿着。长平拿起一匹黑色的，塞进了阿奴手里。练功服只能是这个颜色，又塞了一匹粉色的、天蓝色的，还有墨绿色的。另外又放了2匹白色，适合做里衣的。长平大哥，你拿这么多布料干啥？这是给你做衣服的。啊？长平大哥，别拿了，说是让世子知晓了，铁定会生气的。若是世子不发话的话，我有这个权利吗？你是说世子答应了？当然了，不答应我能带你来这儿吗？长平大哥，那也够了，别拿了。阿奴拦住了长平。再拿一个。长平又抓了一匹藏蓝色的。这次世子好不容易大方一回，怎么也得多拿些。长平大哥，那万一世子不高兴咋整？没事，世子也没指定说给你做几套衣服，趁这个机会还不得多做几套。这丫头如今就一套换洗的还都磨破了，不得趁此机会多做几套。娄玄义就在门口听着这话，心里想，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那丫头才来几日就向着他了。那哪行？阿奴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瞧见走进来的娄玄义，吓得手里布匹差点就扔了。世子！世子！长平也是一愣，没想到世子这会儿过来了，但很快又咧着嘴笑了。我就给阿奴挑出了这么几匹，暂时也先够用了。估计他之前说的话世子一定听到了，要不然脸不能拉那么长。娄玄义扫了一眼这些布匹，应该算是这些布料里面最便宜的了。那我就先领他去做了。长平推了推发呆的阿奴，还不快赶紧走？哦，谢谢世子。阿奴回神，抱着手里的布料，胆战心惊地从男人身边越了过去。长平也正想越过去，腚上就挨了娄玄义一脚。就你会做人。娄玄义这一脚也不轻，直接将长平踹得一咧嘴，但也不敢说什么，捂着腚跑了出去。长平大哥，我瞅着世子好像不大高兴，要不然咱别拿这些布了。赶紧走吧，世子才不在乎这点东西呢。长平挥了挥手，这点东西还入不了世子的眼，之所以生气，应该是听到他说的话，这是看自己向着阿奴了，这也不能怪他。若是世子平时大方点，他能吗？哦，阿奴点头，瞧着手里这么多布匹，又看向长平。长平大哥，那我想留一匹可以吗？那你就留一匹吧。这丫头一定是想拿回家去。那我就留这匹藏蓝色的。阿奴开心的点头。长平大哥，那衣服什么时候能做好啊？一出院子，阿奴就迫不及待问了起来，想着那些好看的衣服，就有点迫不及待了。也快，他们人多，用不了几日你就能穿上了。看把这丫头给急的。哦，长平大哥，那世子为啥给我做这么多衣服啊？因为你表现好，听世子的话，往后练功时你可要多上点心思，只要世子高兴，那赏赐的可不只是这些衣服了。这丫头是个实诚的，得多提点提点她。长平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听世子的话，好好练功，不会让世子失望的。你晓得就行了。长平满意的点头，二人一路有说有笑的往回走，刚走到半路，就被吴嬷嬷给叫住了。阿奴，老夫人让你过去一趟。让我？那你就去吧。哦，阿奴点头，跟着吴嬷嬷来到老夫人院子，见了老夫人刚从佛堂里出来。奴婢见过老夫人。老夫人点头，
又打量了一番阿奴。老夫人，您找奴婢有事吗？哦，有点事情要跟你说。老夫人点头，又看向了吴嬷嬷。吴嬷嬷将事先准备好的2000两银票递了过来。这是老夫人给你的，收着吧。啊！阿奴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收着吧，有件事情让你帮我做。老夫人，您有事就吩咐，不用给我钱的。这件事情须得你委屈一些，因此这些钱你是该收的。委屈？阿奴懵逼地望着老夫人，咋感觉有点不像啥好事似的。我是想让你去贴身服侍世子，因此这钱是给你的补偿。就是爬世子的床。吴嬷嬷补充道。爬床？阿奴的眼珠子瞪得老大，没想到老夫人找他来是说这事儿。没错，只要你成了世子的人，我定会给你一个名分。老夫人，这事儿恐怕不行。为何？因为奴婢不是近身伺候世子的，而且世子也比较厌烦别人这么做，即便奴婢做了也不会成功的。老夫人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这个倒不是问题，只要你肯用心思，办法还是有的。而且即便不成功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那这么说，若是不成功的话，你也不怨我了？阿奴眼里一亮，这么说的话倒是可以答应的。那是自然，不管成功与否，我都不会怪你。这钱收着吧。从老夫人院子里出来，这心跳还是快得不行，一想到怀里揣着2000两银子，老觉得像是不真实似的。正要跑回院子，把这天大的好事告诉世子，身后就有人叫住了他。哎，阿奴姑娘，你等一下。听到有人叫自己，阿奴回头，见是王妃身旁的向嬷嬷。阿奴姑娘，王妃让你过去一趟。让我去？你晓得是啥事儿吗？怎么今儿个都找他？阿奴姑娘去了就知晓了。主子的事情，咱们做奴才的怎么好往外说呢？哦，那好。阿奴点头，跟着向嬷嬷来到王妃的院子，见王妃正在那喝茶。奴婢见过王妃。你们先下去吧。王妃看向身边的伺候的下人。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，让你过来就是让你想办法成为世子的女人。啊！阿奴一愣，王妃看向身旁的向嬷嬷，向嬷嬷立马将准备好的2000两银票递了过来。收着吧，若是此事办成了，我定会让世子给你个名分的。王妃，你也知晓世子的脾气，奴婢不敢，这钱您还是收回去吧。你尽管放手去做，若是出了事情，本宫会保你的，即便不成，本宫也不会责怪你的。王妃的意思是，若是不成功的话，你也不会怪我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那成，这钱奴婢就收下了。只要你把此事办成了，我定会让玄逸给你个名分。谢王妃。阿奴恭敬点头，当妾就不寻思了，有这2000两银票他就知足了。等从王妃院子里出来时，这腿就有点不好使了。娄玄义这会儿正站在门口听长平说话，就见阿奴一路小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老夫人找你有什么事啊？长平看向了阿奴。还是回屋说吧。好。
世子，我之前不但去了老夫人那儿，还去了王妃那儿。他就把在老夫人和王妃院子里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听得娄玄义满头黑线。世子，这是老夫人和王妃给我的银票，一共4000两。这个钱你也敢收？难不成你还真要爬床？娄玄义沉着脸，糊弄别人也就罢了，竟然连祖母和母妃也糊弄。咋不收呢？老夫人和王妃都说了，即便不成也不会怪罪我的。到时候您再给我脸上弄那个巴掌印子，就是我爬床没成功挨打了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挨打？哼，你可曾知晓曾经爬床那些人的后果？娄玄义没好眼神的瞪了阿奴一眼。傻丫头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那些爬世子床的哪个活下来了？世子，又不是我真想爬床，总不能跟那些人一样对待吧？他只是想多赚点银子而已，压根儿也没想爬世子的床。但凡爬世子床的只有一个下场，唯独你活了下来。你觉得老夫人和王妃会相信吗？长平戳了戳阿奴的脑门子。那我现在就把钱送回去。当时只想着收钱还饥荒了，也没想那么多呀。送回去你怎么说？说你是骗他们的，压根就没想爬床。你觉得你还能回来吗？就没见过这么蠢的。那咋办呢？阿奴这下犯了难。你先回去吧。娄玄义挥了挥手。那阿奴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就被长平给打断了。你先回去吧，一切有世子呢。他冲阿奴使了个眼色。有世子在，还能出什么事儿吗？况且这也不是什么要命的大事儿。哦，阿奴点头，正要出去，脚下步子又停了下来。哦，对了，世子，既然这钱您留下了，那我就欠您5000两银子了。这钱可是他赚回来的。见阿奴走后，长平凑到了娄玄义跟前。世子，既然阿奴把钱都已经收了，那是不是也要做做样子？做什么？娄玄义睨了长平一眼。阿奴那丫头实诚，要不咱们就帮她。长平的话还未说完，又被娄玄义给打断了。滚！不知道的还以为那丫头给了他多少好处呢，竟然这么帮他说话。次日一早，阿奴来到练功场时，娄玄义已经等在那儿了。世子，阿奴今儿个状态不错。沃隐冲着阿奴抬了抬下巴，不管是动作招式还是气息运用，明显比之前又强上了好多。瞧着阿奴开开心心地跑回去了，娄玄义正想回屋子，小林子就跑了过来。世子，您的信。娄玄义接过信件打开，当瞧见里面的内容之后，嘲讽地勾起了嘴角。这是等不及了。信上说，秦姨娘请了一位法术高深的法师，不用说，那肯定是要对付自己的。世子，那咱们要不要做些什么准备啊？长平看了一眼那信件。先派人听着再说。次日一早，娄玄义来到练功场时，阿奴已经开始在练功了，正打算松松筋骨练上几遍，长平就走了过来。世子，秦姨娘把那位高僧请来了，这会儿正在老夫人的院子里呢。哦，看来又有事要做了。而此刻，各院的主子都聚到了老夫人的院子里。老夫人，妾身昨日去灵岩寺上香，偶遇悬空大师，观妾身面相说家中有劫数，妾身心中甚是担忧，这才擅自做主将大师给请过来的。老夫人好，各位施主好。悬空大师合掌。哦，老夫人也恭敬的合掌。不知悬空大师看出我广陵王府有何劫数？不瞒老夫人，广陵王府煞气极重，已经影响到了王府的气运了。
大师，煞气重会怎样啊？万姨娘惊恐地看着悬空大师。煞气重不但会影响王府的气运，还会带来劫难。虽王爷和世子领兵出战是保家卫国，但死于刀下的那些亡魂也是无辜的，因而化成了煞气。长此以往，王府的人定会受到反噬的。那会遭到什么反噬？老夫人也紧张了起来。最先遭到反噬的应该是老夫人的孙辈，长此下去，不但子嗣凋零，怕是王府也要绝后喽。万姨娘立马紧张了起来。大师，那可有什么解决的法子？老夫人，王妃，不必过于担忧，此事还未到无解的地步。那请大师解惑。老夫人眼里一亮，只要有解决的法子就好。如今王爷在外领兵征战，让他停止杀戮不现实，但可以从世子身上着手。只要让世子弃武从文，日后不要再沾染杀戮，便可停止煞气增重。另外，贫僧还得对世子做一场法事，将那些亡魂超度，府中煞气自然会消退的。只是什么？王妃迫不及待地问了出来，心里更是紧张的不行，真怕大师说出些不好听的。只是时间拖得有些久，有些事情已经无法弥补，还请大师明示。老夫人也紧张了起来。由于世子造的杀孽太多，阳气受损，怕是日后很难再有子嗣了。而王府若想日后世代不衰，得选一位阳气十足的当家人，方可镇住煞气，让王府兴盛不衰。大师，那就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吗？王妃眼里闪过一抹失落。无解。悬空大师摇头。母亲，大嫂，既然悬空大师这么说，那咱可得早点做打算了。二夫人一脸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其实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是啊，为了王府的兴衰，还请老夫人和王妃尽早抉择。万姨娘也是一副忧伤的样子，心里也是高兴的不行。只要世子被废，那儿子铁定会成为世子的。正想着，老夫人叹了口气：“去把世子叫来吧。”是。吴嬷嬷转身走了出去。而此刻，娄玄义正坐在院子里。你可能看出我今日会发生何事？他看着阿奴。那我哪晓得呀？你不是挺能耐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不行了。阿奴摇头。以前若是有什么大事的话，眼皮子都会跳的，或者会给他一些别的提示。那不如给我卜一卦吧，看看今日会有何事发生。世子要卜卦，这还真把他给意外到了。没想到世子也信这个。想看看你的卜卦技术。成，那我就给世子卜一卦。你想问什么？阿奴从兜里掏出3个铜板。我想知晓今日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行。阿奴点头，望着手里铜板，闭上了眼睛，开始捣鼓了起来。等再睁开眼时，把手里铜板丢了出去。哎妈，世子，你今日还真不消停呢。哦，怎么说？娄玄义也探头看了过去，只是什么也看不懂。履卦，世子，您今日要注意了，凡事要小心，免得惹祸伤身。是吗？那我具体该怎么做呢？娄玄义翘起2郎腿，看来这丫头卜卦还是有几分可信度的。等一下，我再卜一卦。阿奴又把铜钱捡了起来，闭目合眼念叨了几句，又将铜板抛了起来。
送过啊。世子今日不可冒进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好。顺其自然。娄玄义蹙眉，世子只要顺其自然即可，无需做什么，免得给自己惹来祸端。阿奴又看了一眼，没错，这卦上就是这么显示的。娄玄义看了看他，就照这么说的话，那些准备岂不是用不上了？正想着，长平走了过来。世子，吴嬷嬷来传话了，老夫人让您过去一趟。娄玄义点头，来得还挺快的，转头又看向了阿奴。你跟我一起去吧。等娄玄义来到老夫人院子时，见所有人目光都是直直地盯着他。祖母、母亲、二婶。娄玄义笑着坐在老夫人身边。玄义，这位是灵岩寺的悬空大师。哦，悬空大师，幸会。娄玄义点了点头。世子。悬空大师合掌回礼。玄义，让你过来，祖母是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祖母您说。悬空大师说，你和你父亲杀戮太重，导致咱们王府煞气重，必须得做一场法事化解一下。哦。娄玄一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如今你父亲不在府中，这场法事须得你配合。好，全由祖母做主。既然那丫头让他顺势而为，那他今日就听一回劝，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。那好，我就让人准备了。老夫人又看向了吴嬷嬷，去准备吧。见老夫人没提娄玄义无法再生育，不能做世子的事情，万姨娘有点着急了。老夫人，悬空大师不是说世子他……闭嘴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是。万姨娘忙闭上了嘴，也知晓自己太心急了。很快，吴嬷嬷就把做法事的东西都准备全了，场地就设在了前院的院子里。等大家赶到时，桌子上已经摆满了法器和贡品，除了一些水果之外，还供了一只杀好的鸡，看得阿奴一脸懵逼。没听说佛家超度亡灵还供鸡的，这不又遭杀孽了吗？就连娄玄义也觉得甚是奇怪。大师，超度亡灵为何要供只鸡啊？世子有所不知，府中煞气多为边关将士的冤魂，供只鸡是为了安抚他们的魂魄。悬空大师双手合十，仍旧是表情淡淡的，丝毫看不出是在扯谎。供鸡可不是为了安抚魂魄的，恰恰相反，他就是想将那些魂魄召回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娄玄义扯了扯嘴角，瞧着时辰差不多了，悬空大师让人将桌案上的烛台点燃，来到跟前，拿起了桃木剑，闭上眼睛，振振有词地念了起来，手里的桃木剑还一个劲儿的比划，看得阿奴更懵了。这大师到底是和尚还是道士啊？哪有和尚超度亡灵用道士法器的？其他人心中也有疑惑。请世子过来，将你的血滴在这碗中。他指了指手中水碗。我还需要滴血？娄玄义挑眉，真是太有趣了。此番超度和以往不同，王府煞气太重，须得用世子的血来安抚亡灵。好。娄玄义走了过去，来到桌案前，拿起了匕首，正打算划破自己手指，阿奴就走了过来。大师，还是我来吧。他接过了悬空大师手里的水碗，来到娄玄义身边，借助身体的遮挡，将碗放到了鸡脖子下面，接了几滴鲜红的血液，又拿起药布，装模作样的给娄玄义包起了手指。
娄玄义看着他的动作，这丫头还挺聪明的。瞧着碗里的血水，悬空大师眼中闪过一抹得意。世子，请站到这边。他指了指旁边的位置。好。娄玄义听话地站了过去。世子，一会儿贫僧做法事之时，那些死在世子刀下的亡魂可能要活跃一些，世子不必惊慌，一切有贫僧在。大师，不知这话是何意？贫僧的意思是，一会儿安抚亡灵时，那些曾死在世子刀下的亡魂可能要附在世子身上。不过王妃请放心，有贫僧在，不会让世子出事的。大师的意思是，那些亡魂要来找本世子寻仇是吗？娄玄义勾起嘴角。没错，不过世子放心，贫僧会超度他们的亡魂，让他们尽早转世。那就有劳悬空大师了。王妃担心的不行，又看了一眼儿子，可别出什么意外啊。贫僧定会竭尽全力，还请王妃移步过去。悬空大师双手合十，又看向了娄玄义。世子准备好，贫僧要施法了。悬空大师又看了一眼秦姨娘，眼里闪过一抹得意。等一会儿施了法，无数魂魄将附在世子的身上，那他的世子也做到头了。秦姨娘心中暗喜，终于要扳倒世子了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娄玄义弯起嘴角，这会儿心里还是挺期待的。好。悬空大师点头，闭上眼睛，嘴里振振有词地念了起来，看得众人一脸紧张，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。就在众人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悬空大师时，他突然间睁开了眼，手里的桃木剑直接指向了娄玄义。去！霎时间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冷意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就见桌案上的那只鸡跳了起来。鸡活了！这鸡怎么还活了？万姨娘吓得连连后退，这鸡的内脏都已经掏出去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其他人也是吓得连连后退。鸡扇动着翅膀，在桌案上痛苦地挣扎了起来，还不时发出痛苦的声音，听得众人毛骨悚然。尽管听不明白那声音是什么，但也能感觉得到，那只鸡此刻正在经历着难以想象的痛苦。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王妃炸着胆子指着桌案上的鸡。秦姨娘也来到跟前，不满地看着悬空大师，不知他是怎么办事的，怎么跟预想的不一样。看来那些亡魂应该跟本世子没什么关系，应该是这只鸡造的孽，要不然也不会附在他身上。娄玄义指着还在桌案上痛苦挣扎的那只鸡。世子此言在理，若这只鸡不罪孽深重的话，不会遭到这般反噬的。悬空大师双手合十，还是那副平淡的样子，但这会儿手心已经出汗了，毕竟这理由太过牵强。可眼下他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借口来。既然这只鸡罪孽深重，还劳烦大师超度一下枉死的冤灵。娄玄义表情淡淡的指着桌案上的鸡。这是贫僧分内之事，定会全力而为。好啊，那在下就不打扰大师了。娄玄义转身头都不回的就走了。瞧着桌案上还在挣扎的那只鸡，悬空大师手中掐诀，再次拿起了桃木剑，一顿比划之后，那只鸡竟然真一动不动了。他转身坐到了蒲团上，装模作样的念起了超度经，心里真是憋屈又窝火。这会儿他心里也明镜似的，世子一定是把血给换了。但娄玄义可高兴了，一回到院子就把阿奴叫到跟前。你真是表现不错。嘿，奴婢就是觉得他供吃鸡不对劲儿，才突发奇想用鸡血的。
世子，我觉得那个悬空大师有点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？娄玄义挑了挑眉，不知这丫头看出什么了。我觉得那个悬空大师不是好和尚，他懂邪术，应该是妖僧。娄玄义也严肃了起来，长平的大脸凑了过来。世子，这么说阿奴这一次表现得不错。听世子这意思，看来阿奴又立功了。娄玄义白他一眼，一看这货的表情就知晓他要说什么，将手伸了过去。把上次那块碎银子赏给阿奴吧。长平很想替阿奴说说话，多给他点赏赐，可世子都这么说了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从兜里将那块掰剩下的碎银子掏了出来，递给阿奴。这是世子赏给你的。又看了一眼娄玄义，世子咋能这么抠呢？嘿，谢谢世子。开心的接在了手里，宝贝似的揣进了兜，也得有2两多，再加上上次那2两多，又有5两银子了。你先退一下吧。娄玄义弯起了嘴角，又得意地看了一眼长平。这2两多银子完全可以让那丫头开心的不行，没有必要给太多嘛。长平看着世子，以前真没觉得，这会儿才发现世子这副嘴脸真不大招人喜欢。正想着，莫隐就匆匆忙忙走了进来。世子，万通阁的消息。哦。娄玄义接过了信件，展开，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，嘴角又不受控制的上扬了起来。没想到这么多人惦记我呢。次日一早，老夫人刚用完早膳，二夫人就过来了。母亲。今日怎来的这般早？母亲，儿媳过来是有件事想与您说。什么事儿？母亲，儿媳昨日回去琢磨了一下，虽说悬空大师是得道高僧，但昨日之事，儿媳觉得甚是蹊跷，便托人寻了万神医，想着给玄义好好瞧瞧。瞧什么？老夫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瞧瞧玄义那病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若是真的，那便证明悬空大师的话是真的。是真的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母亲，若玄义真的得了那毛病，便说明悬空大师说的是真的。儿媳知晓您对玄义的看重，可您也不只有他一个孙子，万一影响到玄风他们，那可是要影响咱们王府100年基业的。您不能因为玄义一个人不顾及其他孙子啊。既然你这么担心，那不如你们2房就分出去吧，即便有事也不会受牵连了。母亲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儿媳就玄风这么一个儿子，还希望母亲体谅我这个做母亲的。行了，这事儿用不上你操心，等老大回来，我会与他商量。没什么事儿，就退下吧。吴嬷嬷走了进来。老夫人，王爷的信。哦，拿过来。老夫人眼里一亮，接过信件打开，当瞧见里面内容之后，眼里又露出了喜色。这场仗终于是打完了，走了3年多了，终于要回来了。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看向吴嬷嬷。对了，那丫头有没有什么消息？吴嬷嬷一愣，但很快回过神来。回老夫人，暂时还没有。该不会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吧？去把那丫头叫过来。是。吴嬷嬷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，没用多久就把阿奴给带了进来。奴婢见过老夫人。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
老夫人放下手中佛珠，回老夫人，奴婢试过了，不行。阿奴紧张的手直攥拳头，没想到老夫人这么快就来找他了。怎么不行了？你细说说。昨夜世子喝多了，奴婢就趁机溜去了世子屋子，结果试了许久也没成功，还被世子给踹下了床。阿奴吓得不敢抬头，这也是来时路上想好的，如果不这么说，老夫人是不会死心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算了，你下去吧。心里那点希望算是彻底破灭了。是。阿奴忙站起身，快速地走出了屋子，一出院子就长长的吐了口气。哎妈，这关呀可算是过去了，幸亏没被老夫人发现，要不然这小命就不保了。正打算回院子，结果在路过王妃的院子时停了下来，不如也去王妃那一趟，要不然指不定哪日还会来找她的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进去。娄玄义刚办完事情回来，就见阿奴喜滋滋走进了院子。你去哪儿了？瞧着这么开心，难不成是有什么喜事儿？世子，我去老夫人院子了。去祖母那儿？是他让你去的？是吴嬷嬷来找我的，试问上次……阿奴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娄玄义给打断了。进来说。阿奴点头，跟着娄玄义进了屋子。娄玄义刚一坐下，阿奴就迫不及待说了起来：“世子，老夫人那儿已经解决了。”哦，你是怎么说的？娄玄义给自己倒了杯茶，能把祖母忽悠住，这丫头还真有两下子。我就是跟老夫人说，我已经爬过床了，世子不行。娄玄义一口茶水喷了出去。谁让你这么说的？他的家伙杀伤力一点也不比武功差，这丫头竟然说不行。我不这么说，老夫人也不死心呢。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娄玄义的脸更沉了，没有哪个男人能听得了这话。我那不也是为了糊弄老夫人吗？再说了，悬空大师都那么说过了，有啥不能说的？那也不能说呀。娄玄义的脸更黑了。见世子真生气了，长平皱着眉头看向阿奴。外面那些人说是他们的事情，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似是想起什么，又看向阿奴。日后王妃再问起你的话，可不要再这么说了。可是我已经说完了呀。阿奴垂下头。啥？你都说了？长平一愣，又看了一眼世子。这下世子更没生气了。我想着王妃指不定哪日还得来找我，就顺便去了一趟，把这事儿给说了。退去吧。娄玄义捏了捏眉心，心里更是郁闷至极。尽管这消息是自己放出去的，可这会儿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心里就是恼火。是。阿奴走出了屋子。娄玄义一抬头，就见莫隐都要憋出内伤了，上去就踹了一脚。笑什么笑？你不是有事吗？哦，对了，世子，万通阁的信。娄玄义接过信件打开，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，也长长的松了口气。父王终于要回来了。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看向莫隐。玄宫那边盯紧点。是。莫隐点头，忙出去吩咐了。而此刻，秦姨娘这会儿正在灵岩寺上香，磕了3个头，起身站了起来。不知悬空大师可在？他看向身旁的小和尚。秦施主，我们住持正在后院禅房，贫僧这就带您过去。好。秦施主来了。他双手合掌。在下想跟悬空大师讨教点事情。秦姨娘也双手合掌，一副很恭敬的样子。
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悬空大师看向身旁几个小和尚。是。见屋子里没有外人了，秦姨娘的脸上立马露出了不满。你是怎么弄的？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。这次是我大意了。悬空大师起身站了起来。世子一定在血上做了手脚，要不然不会出岔子。那你说，如今怎么办吧？秦姨娘不满地瞪着悬空大师。你也不必太过担忧，虽然这次没达到咱们预期的效果，但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。有什么作用？我看就是失败了。秦姨娘不满地瞪着悬空大师，没能废掉世子，还在这强词夺理。别急，日后我再想想法子。悬空大师长臂一勾，将秦姨娘揽在了怀里，嘴正要凑过去，又被秦姨娘给推开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这个心思？美人不必生气，我已然想好了对策。悬空大师的嘴又凑了过来。哎，你有什么计策？急什么急？先办完事再说。他直接将秦姨娘压在身下，暴力地开始撕扯她的衣服。没一会儿，这屋里就传来一阵阵魅惑的喘息声，足足持续了小半个时辰，才算消停了下来。死鬼，这回你该说了吧？秦姨娘不满地看着悬空大师，这么多年还跟个饿狼似的。你放心，玄光可是我儿子，我能不为他着想吗？表哥，那你打算怎么做呀？秦姨娘娇嗔地倚在了悬空大师怀里，还算他有良心，不枉自己给他生了个儿子。我已让人把世子不举的消息散发出去了，要不了多久，全京城的人都会知晓。届时，娄玄义定会无地自容，王府也不会再让他当这个世子了。悬空大师得意地勾起嘴角，哼，这还差不多。那往后呢？毕竟王府可不止他儿子一个男丁，二少爷还有二房的娄玄飞都是难对付的。这个你无需担心，我一切都会安排好的。哼，那我们娘俩就等着了。而房顶上，一道身影正老老实实地卧着。吃过午饭之后，阿奴正想躺下来打个盹儿，门就被敲响了。阿奴，世子要带你出去一趟。带我出去？去哪儿啊？阿奴来到了门口。去了你就晓得了。长平看了一眼院子里站着的世子。世子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去了，你自然知晓。娄玄义连看都没有看他，就背着手走出了院子，明显还是介意之前的事情。阿奴也没敢再说什么，乖乖地跟在了后头，跟着娄玄义坐着马车出了府，一直来到京城外一片林子，马车才停了下来。阿奴一下马车，就瞧见面前一匹高头大马，好奇地指了指：“世子，这咋有一匹马呢？”瞧着眼前的黑风，娄玄义拍了拍他的马背：“上去，今日教你骑马。”教我骑马？你若是学会骑马，日后想办什么事情也会方便很多。会功夫的哪个不会骑马？更何况这丫头功夫还不差，我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能行？娄玄义揽住了阿奴的腰，直接将他抛了上去。阿奴吓得大叫，立马抱住了马脖子。阿奴，这黑风可是咱们世子的马，很通人性的，你不用怕。莫野来到跟前，世子对阿奴真是不错，竟然连黑风都射出来了。哦，阿奴这才坐正了身子。嘿，这马可真好。这马不但比他看到的那些马长得高大，还油亮油亮的，一看就是一匹好马。那是自然。娄玄义也摸了摸黑风的脑袋，黑风带着他在战场上经历过无数场厮杀。骑马是要抓住缰绳，
双腿要有力，若想速度快的话，可以将身子往前倾一些。娄玄义开始讲起了要领，阿奴听得认真，还一个劲儿的点头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阿奴点头。那你试一下吧。哦，按照娄玄义教的，握住了马缰绳，双腿夹紧。下！哎，世子，这马走了。还以为这马不会那么轻易的听他的话呢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呢。再快些。阿奴点头，又夹了夹马肚子。下！结果马没什么反应，还是按照之前的速度慢慢吞吞的往前走。瞧着黑风这么不配合，娄玄义皱着眉头来到跟前，一巴掌就拍在他的屁股上。你聋了吗？这货是不想让别人骑，这是不高兴了。这一下直接把黑风给拍老实了，扬着蹄子就冲了出去。慢点儿！阿奴吓得大叫，可不管他怎么喊，黑风也没有要停下的意思，仍旧是快速向前冲了去，但也没跑太远，围着娄玄义画起了圈，而且还越跑越快。瞧着黑风的身子不断的抖动，娄玄义蹙眉，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？将手放在嘴里吹了一声哨，黑风立马掉头奔了回来，停在娄玄义面前。哎呀，世子，这马也太难骑了。阿奴坐了起来，又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，方才真是把他给吓坏了。瞧着他手里薅下的马毛，娄玄义满头黑线。你薅他的毛干什么？难怪瞧着黑风的身子一抖一抖的，竟然薅下来这么多毛。阿奴一愣，这才发现手里抓了不少的马毛。我也不是故意的。这马跑得这么快，吓得他都不晓得该抓啥好了。笨死了。娄玄义嫌弃地瞪了他一眼，一个翻身也上了马，一把扯住了马缰绳。别薅马毛了，再薅就给薅秃了。下！黑风猛地冲了出去，吓得阿奴又大叫了起来，便把手伸到了身后，想抓住世子的衣服，结果手刚一碰到娄玄义，就被他给吼了。抓马缰绳！他又不是马缰绳，竟然还来抓他了。方才那一下子摸得他浑身都不自在。阿奴点头，这才抓住了马缰绳。瞧着这丫头手上有力气了，娄玄义偷偷将手松开。阿奴并没有发现，越骑感觉越好，速度也越来越快，渐渐的也开始放飞自我。驾！也不知黑风是给主人面子，还是接受了阿奴，竟然也配合了起来，扬起四蹄在林子里奔驰了起来。看得娄玄义唇角微勾，还真是个聪明的丫头。本以为怎么也得2日才能学会，没想到这么一会儿就学会了。正想着，黑风就突然间停了下来。怎么停下来了？世子，黑风这是怎么？他回头，话还未说完，就见世子正眼神冰冷地盯着前面的林子。小心些，前面有人埋伏。有埋伏？阿怒一愣，没等再说些什么，就见一道道人影从大树上落了下来。杀！瞧着10几个人冲了过来，阿奴拽着马缰绳就要掉头跑，结果被娄玄义直接丢了出去。把他们都解决掉。等回过神来，已经被扔在了地上。瞧着奔过来的那些黑衣人，纵身一跃又跳了回来。世子，我不行，咱赶紧跑吧。跑什么？都给我解决了。10几个人而已，就吓成这个样子。世子，阿奴的话还未等说完，10几个黑人已经围了上来，手中长剑同时刺向了他，当时吓得纵身一跃，躲到了一棵大树旁。世子，我打不过他们呢。那些黑衣人也没想到阿奴身法这么快，见他躲到了大树后，
直接奔向了坐在马上的娄玄义。毕竟他们的目标就是他，那丫头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。一看黑衣人朝自己过来了，娄玄义眼神微眯，一掌就打了出去，顿时传来一阵惨叫声。阿奴在旁边看着，世子可真厉害，离那么远就打飞了好几个。你若还在那躲着，那就别怪我不管你。娄玄义不满地瞪着阿奴，这么几个人就吓成这个样子，白跟他学这么久的功夫了。世子，我真不行啊！那你在此处等死吧。娄玄义调转马头就要走，以他现在的水平，解决这10几个黑衣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本想趁着这机会训练训练他，没想到这么怂，那就别怪自己心狠了。见娄玄义骑着马走了，黑衣人正想追过来，一道身影就冲在他们前面。世子，等等我！阿奴从林子里窜出来就追了过去。不把他们解决掉，别回来见我。直接加快了速度。世子，我真的不行啊！阿奴在后面玩命的追。一听他这没志气的话，娄玄义更生气了。那你就留下吧。再次加快了速度，一路狂奔的朝着前面跑了。世子，你别丢下我呀！阿奴也急了，提起丹田一路狂奔，鞋底子都离开地面了。莫隐正慵懒地坐在马车里，就听到阿奴扯破嗓子的声音。莫隐将头探出车窗，见世子骑着黑风从林子里冲了出来，怎么没见到阿奴的影子呢？正想着，就见阿奴也冲出了林子，紧跟在黑风后头，后面还跟了10几个黑衣人。世子，等等我！莫隐惊呆了，什么情况？世子真是又遇袭了？娄玄义骑着马来到跟前，瞧着跑过来的阿奴，脸都气绿了。怂货！本想让他把这些人解决掉，正好训练一下他，没想到这么怂，竟然一路跟着他跑回来了。再一看后面跟过来的那10几个黑衣人，心里就更生气了，掌心凝结内力，一掌就打了出去。4、5个黑衣人直接就被打飞了，剩下7、8个纵身一跃，跳到他跟前，手里长剑直接刺了过来。莫隐抽出手中佩剑，直接拦在了前头，和那7、8个黑衣人缠斗在了一起。眨眼的功夫就撂倒了3、2个，剩下那2、3个见势头不妙，掉头就往林子里冲。莫隐怎么可能就让他们跑了？纵身一跃飞了过去，手中长剑一扫，2个人直接毙命，手中长剑也抵住了最后一个人的脖子。那人眼皮子一翻，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。世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隐看向地上那些尸体，娄玄义狠狠瞪了一眼躲在马车后头的阿奴，跳下马直接上了马车。阿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隐又看向了阿奴，看来他又惹世子不高兴了。是这么回事儿。阿奴就把之前的事情和莫隐说了一遍，把莫隐笑得身子都抖了。这有啥可笑的？阿奴瞪了一眼莫隐，一想起之前的凶险，这心里都突突的，也不晓得有啥好笑的。你那功夫都白学了，就那几个人还解决不了吗？那么多人，我能打得过他们吗？再说了，他们手里还有家伙。阿奴梗着脖子。你也太小看你自己了吧。莫隐忍着嘴角的笑，如今阿奴的功夫不比自己差多少，看来还是不知晓自己的实力。你是不晓得之前有多凶险，那么多人手里的剑都往你身上扎，换成你，你不跑啊？那你可以。莫隐的话还未说完，马车里就传来娄玄义烦躁的声音。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处理一下。娄玄义又捏了捏眉心，跟这怂货是讲不出道理的。娄玄义就坐着马车回了京城。
一直走到京城的繁华大街，外面声音热闹了起来。瞧着远处的首饰铺子，娄玄义犹豫了一下，停车。娄玄义直接下了马车，阿奴犹豫一下，也跟着跳了下去。见世子进了首饰铺子，赶忙跟了过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。娄玄义指了指跟进来的阿奴，有的有的，这丫头长得可真俊呐！啊，我什么也不用带的。阿奴看了一眼柜台上的首饰，哪一样都应该老贵了，他一个奴才可带不起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娄玄义又白了他一眼，转头看向了老板，你看着帮他选吧。是，公子放心好了。将阿奴拉到了柜台旁，拿出首饰就帮他比划了起来。我还是不用带了。阿奴看向了娄玄义，哪有一个奴才戴这么好看首饰的？这位公子啊，这丫头的头发太短了，要不还是戴发带吧。我们这儿啊，新来了几款纯蚕丝的，也是很好看的。老板将一盒丝带推到阿奴面前，那就要这盒了。又不满地看了他一眼，把头发剪得这么短，丑死了，连个首饰都戴不上。老板，最近倒没到什么心？沈嫣然刚一进来就瞧见阿奴，脸当时就冷了下来。你这贱婢怎么在这儿？你才是贱婢呢，说话嘴巴干净点。阿奴也来了脾气，就算自己是奴才，那也不是他们家的，凭啥这么骂自己？你个贱婢，敢跟我！世子，原来你也在啊。还请沈小姐日后说话注意些，不要老把贱婢挂在嘴上。娄玄义脸上是毫不遮掩的厌恶。是，嫣然知错了。沈嫣然紧咬着薄唇，没想到世子也在，不能让他有不好的印象。不知世子要买什么，嫣然可以。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娄玄义就从面前越过去了。拿着。将那盒丝带塞到了阿奴的手里，正打算离开，无意间瞧见柜台上一对白色宝石耳钉，又停下脚步。这是什么？瞧着晶莹剔透的，有一种清新脱俗之感。世子啊，这是戴在耳朵上的，这个姑娘没有耳洞，戴不了。怎么才能有耳洞呢？娄玄义看向了阿奴的耳朵。打了耳洞就能戴了，若是姑娘想打的话，我们这里就可以的。那就给她打耳洞。啊，世子，不用了吧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姑娘，你长得这么带劲儿，戴上这对耳坠呀，一定会很好看的。还是让我给你打一对耳洞吧。瞧着阿奴耳朵上的耳坠，娄玄义满意的弯起了嘴角。哎呀，这姑娘可真是个妙人呢。只是戴了一副耳饰而已，整个人就变得贵气了起来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又对着铜镜照了照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日自己也能戴上这么漂亮的耳饰。嫣然也是来选耳坠的，不如世子也帮我选一对可好？沈嫣然来到男人面前，那含羞带怯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眼前的男人是她的夫婿呢。本世子对这方面不精通，沈大小姐还是征求一下老板的意见吧。娄玄义说完，看向了阿奴。走吧。又给莫言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结账。沈嫣然一愣，世子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了他，他到底哪里比不上那贱蹄子？等一下。阿奴停下脚步，转头又看向了老板。老板，我这个都是多少钱的？哦，你这副耳饰啊是100两银子，那盒丝带是50两银子。啊！阿奴一脸震惊。见世子和那贱婢走了，沈嫣然气得脸都扭曲了。等回到府里时，见长平正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的。长平大哥，还特意晃了晃自己的脑袋，想让他夸夸自己的耳坠。
长平怎么能看不出来呢？装模作样的打量了起来。嘿，我怎么瞧着你今个哪像是不一样了似的？哎，你看我这是啥？哎呀，我就说不一样嘛，这是新买的。长平夸大了表情，就跟有多吃惊似的。是世子给我买的。还有这个呢？阿奴又打开手里的盒子，指了指盒子里五颜六色的丝带，又往长平身旁凑了凑。这个50两银子，这个100两呢。这些都是世子给你买的。长平震惊地指着阿奴手里的盒子，之前是装的，这会儿是真的被意外到了。世子对阿奴不是挺抠搜的吗？都是世子给我买的，多贵啊！哦，长平看了一眼娄玄义，这日头是打西边出来了，世子竟然这么大方。一看这货的表情，就知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娄玄义睨了他一眼，转身进了屋子。见世子走了，阿奴又凑到长平跟前。长平大哥，你说我这耳坠若是去当铺当了的话，能给我多少？阿奴的话还未说完，眼前一道影子压了过来，娄玄义的身影就出现在面前。你若是敢把他当了，日后别想着有饭吃。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，没想卖的。阿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不是进屋了吗？咋又突然间出来了？还是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，可怪吓人的。你最好是照做。娄玄义又睨了他一眼，这才转身进了屋子。阿奴撇了撇嘴，既然把东西都送给人家了，还管人家咋处理干啥？可真够霸道的。看来这耳坠是卖不了了。阿奴，你的衣服都做好了，已经送到你屋子里去了。啊，真的？阿奴眼里一亮，开心地跑去了自己屋子。一进屋就瞧见了桌子上放着一大摞的新衣服，开心的直跳脚。这么老多，还有鞋呢！许是过于兴奋，瞧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一个劲儿的嘿嘿的咧着嘴笑，以至于隔壁的娄玄义都看不进书了，笑得跟个傻子似的。听着这笑声就知晓他这会儿的样子有多傻。回头就见莫隐在那憋着笑，一记冷眼瞪了过去。笑什么？跟捡了多大便宜似的。没有。莫隐摇头，世子还说人家，自己在那儿都傻笑半天了。正想着，门外就传来了声音。莫隐看了一眼世子，忙走了过去。一打开门，就见门口站着一个黑衣人，忙侧开了身子。黑衣人来到娄玄义面前，恭敬地跪下。世子，可查到什么了？娄玄义放下手中书卷。世子，属下今日跟随秦姨娘到灵岩寺，见到她跟玄空大师私会了。老九就把在灵岩寺看到的和娄玄义详细的说了一遍，着实是把娄玄义给震惊住了。难怪能请到德高望重的玄空大师帮忙。世子，既然玄空散布了谣言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京城里就会传开的。莫隐眉头紧皱，虽说世子不能人道的消息是他们自己放出去的，但若是玄空再把消息放出去，那便是坐实了这件事。怕什么？更何况这消息不早就传出去了吗？娄玄义扯了扯嘴角，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看向了莫隐。去好好调查一下那个玄空，我要知晓他确切的消息。还真是小看了他。再派2个人盯紧万姨娘他们。而此刻，在万姨娘的屋子里，一个黑衣人正跪在地上汇报。大小姐，娄玄义实在是太强了，截杀他这一条路行不通。数次截杀娄玄义都损失惨重，他们的功夫远不及人家。母亲，那就先暂时缓一缓吧，等想到了法子再说。娄玄光也眉头紧皱。那就先等等再说。万姨娘捏着胀痛了的眉心，
早知小世子这么难对付的话，当初在他小时候就应该下手了。次日一早，阿奴换上了那身黑色的练功服，刚一出门就听到了练功场那边有动静，抬头一看，竟然是2个人在那打架，一路小跑的奔了过去。世子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怎么还打起来了呢？我们在练功。莫隐停下动作。练功？那我以前咋没看到你们练功呢？以前你起得多晚。莫隐笑了笑，以前阿奴起来的时候，他早都跟世子练完了，这才没被他看到的。哦，阿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以前起的确实是有点晚了些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娄玄义饶有兴致地看着阿奴，如今这丫头的功夫已经不比莫隐差多少了，应该有资格和自己交手了。我？不行不行，我可不敢跟世子打。你若能在我手中挺住10招，我就赏你10两银子。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。真的？世子，那你可不能反悔啊。自然不会反悔，莫隐可以作证。就猜到这丫头会动心的，那世子你也不能下狠手。好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成，那我就跟你打了。也不等他说话，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一拳就砸向了他的胸口。娄玄义一愣，这丫头竟然下黑手，已经1招了。哼，好。娄玄义笑着点头。见阿奴又冲了过来，不躲也不侧身，就站在那里等着阿奴的拳头砸过来。眼看着就要碰到自己胸口，再次一把将他的拳头给握住了，正想踢他的双腿，给他来一个屁墩儿，阿奴另一只手就过来了。娄玄义再次握住他的另一只手，正想把他按到地上，结果阿奴的头就过来了，一脑袋就顶在他鼻子上，顿时疼得他松开了手。哎呀，第2招了。